叶青梅当年在世间呼风唤雨，带动着整片大陆的生产力与技术向上迈进，毫无疑问已经触及到了神庙的底线，所以神庙才会在人间挑选庆帝为他的代言人，要将与叶青梅有关的一切都抹杀掉。只是神庙的使者终究已经十分稀少，而且接二连三地死在了五竹叔的手中，他也没有办法了解以及控制。庆帝依然在运用着内库，而自己这个叶青梅的血脉依然活着。范闲的心情平静了许多，他并不认为对着一个类似于人工智能的存在愤怒或者悲伤有太多的意义。他撑着下颌沉默片刻以后说道：不管好是不好，可你终究是在插手人世间的事儿，这和你的规矩不大对劲。神庙不会理会人世间的事端，也未曾强行阻止过人类文明的进化，我们只是试图修正这个过程。但如果有外来的力量试图强行加快这个过程，我们一定会阻止。神庙的声音平静而冷漠地响彻了整座建筑。范闲先是一愣，紧接着便笑了起来。他的声音本来因为病的关系已经沙哑到不行，此时的笑声更是显得格外干枯和怪异。天生他的笑声越来越大，在空旷的建筑里回荡个不停，直到最后他甚至都笑出了眼泪，忍不住朝后躺了下来。光境平滑，声音安静，神庙似乎并不关心这个奇异的旅者为何会在如此庄严的地方放肆的发笑，他只是平静地等待着。不知过了多久，范闲才终于止住了笑声，躲在冰凉的地面上，表情平静，双眼直视着这座建筑的天花板。沉默片刻以后说道：你习惯称自己为神庙，看来这几十万年过去，还真把自己当成神了。神庙里没有声音响起，只是那面光镜在空中悬浮着，飞到了他的头顶，再次展开，又开始出现了末世浩劫时的场景。只不过这一次镜头似乎不是对着那些草原海洋，而是直接面对着那些遭受了无穷痛苦的人们。范闲的眉头皱了皱，知道神庙是想利用这些画面来进行无言的解释。这些无声的画面着实令人有些触目惊心，可是他并不想看，直接说道：关了吧，又不是什么真的风情画。空中悬浮着的光镜渐渐敛息，失去了光泽，变成了一幅平直的卷轴，由两边往中间靠拢，渐渐合拢的画面。随着最后那一眼焦烂尸骨的消失，光镜变成了一根棍子，然后那位沉浮于光点之中的老者重新出现了身形。重复，我是守护者，并不是神。如果你不是神，怎么可能会拥有自己的判断以及行为？范闲似乎有些累了，长久的谈话，眼前一幕幕的时间长河画面，让他看上去有些难堪其负。他将双手枕在自己的脑后，平静地看着悬浮在自己上方的老人，说道：你是人类创造出来的，如今却开始控制人类的发展，这种行为是基于怎样的程序发展出来的？神庙四定律。范闲语气平缓说道：你还是习惯自称为神庙，这是我最无法理解的事情。第一定律，神庙不得伤害人类，也不得见人类受到伤害而袖手旁观。第二定律，神庙应服从人类的一切命令，但不得违反第一定律。第三定律，神庙应保护自身的安全，但不得违反第一、第二定律。神庙的声音还没有结束，范闲的眉头便再次皱了起来，因为他总觉得这三条定律听上去有些耳熟，可是似乎在年节上又与自己记得的某些东西有了一些细微的变化。第零定律，神庙必须保护人类的整体利益不受伤害，其他三条定律都是在这一前提下才能成立。范闲沉思许久，终于想起了这些无比耳熟的律条出自于什么地方，正是那个世界里小说电影里出现了无数遍的机器人三定律。在这一刻，他忽然想起了一些很久都没有想起的事情，比如那位小黑帅哥，
还有那个比小黑帅哥更帅的机器人。看来在自己死后或穿越后的那个世界里，当文明发展到某个阶段，阿西莫夫同学的3定律真的被运用到了现实之中。然而令范闲感到有些寒冷、有些凛惧的是，神庙最后所说的第0定律。保护人类的整体利益不受伤害，神庙遵守的第0定律居然是这一条。看上去这是一个多么光荣、正确、伟大的律条啊！然而范闲却很轻易地从中找到了异常凶险的地方。正是因为有这个律条存在，所以神庙才会隐隐地控制着人类文明的进展，才会在不理世事之余，却对逃出神庙的叶青梅投注了如此多的注意力，甚至最后不惜触犯第1、第2条律，直接与皇帝老子联手，将叶青梅从世间抹杀。第0定律里的最关键也是最可怕的字眼，就是所谓人类的整体利益。问题就在于，人类的社会利益究竟是由谁来决定的呢？怎么样的世界环境，怎么样的社会组成形式，才真正的符合人类的整体利益呢？在神庙看来，若沿循旧路，一步一步迈向人类文明的巅峰，热武器乃至更强武器的出现，只会让整个人类社会毁灭，自然会认为这不符合人类的整体利益。可是技术文明这些事情，这些能够让那些在田里拼命刨食的平民、卖儿卖女的流民们生活得更好的事物，难道就永远不能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吗？范闲不是一个唯技术论者，但他依然坚信，那个世界里21世纪的人类一定活得比17、18世纪的人类要幸福许多。整体利益，这是一个何其混沌甚至有些荒谬的字眼，难道就由一个没有感情，也许极少犯错误的非人类智慧来断定？范闲的脸色微微发白，看着头顶漂浮着的那位老者，沉默了很久很久之后问道：人类整体的利益究竟在哪里？老者也沉默了很久很久，然后开口说道：神庙不知道，但神庙知道有些路是走不通的。难怪上一次使者从南方登陆上，沿途杀了那么多无辜的百姓。如果第3定律真的有效，怎么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范闲看着老者，声音微微颤抖说道：为了整体利益这个模糊的概念，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你不觉得这样很危险吗？神庙有自我控制的手段，这是一种数据判断。神庙不可能眼睁睁看着人类走上老路。我应该谢你还是骂你？范闲双手一撑，从冰冷的地面上坐了起来，面带惘然之色，缓缓说道：这个狗日的第0定律究竟是谁搞出来的？不是狗搞出来的。神庙老者很平静地回答道，却不知道他的这句回答像极了极冷的笑话。当神庙苏醒过来时，这条定律已然存在。就因为这个不知所谓的第0定律，你们杀了他。